王者教科书提升了全体玩家的大局意识，3期全看完已经足够大家超过很多玩家了。接下来是官方授权的5路教科书，本期是中路教科书，分2个板块。巅峰赛用来学术语和技巧，巅峰职业顶端局解析竞技的打法思路，哪怕是多年老玩家也建议从头开始看。教科书会把该分路需要具备的所有技巧和意识由浅入深都教给你，无门槛，新手都能学会。职业上限有多高，你就能获得多少，只需要大家点赞、关注、收藏、转发支持就可以了。来上课。术语和技巧我会尽量把细节讲清楚，用大白话，而且直接用比较普通的英雄来示例。小乔、安吉拉、妲己这类英雄最简单也最难，不需要太复杂的操作，需要的全是基本功。所以当你能玩好这些英雄的时候，上手其他英雄也一定很快就能掌握。来跟上节奏，开局练好草鞋，出门高地换装备，出高地之前都可以原价卖掉，这有什么用？利用草鞋赶了一段路，我们可以提前落位到中路进草丛，你就能有先手权去打对面的状态。那我为什么要换掉鞋子？直接一直用鞋子不是更快吗？第一波兵线权对中路是很重要的，谁能先打掉兵升2级就可以压对方的状态，谁能先进完兵动起来就可以给到对面其中一条边路压力。所以对部分英雄来说，比如妲己，高地换一本小黄书就可以用2个1技能秒清兵，直接就有了第一波兵线权，前期小优势。其他英雄无论是否有小黄书都没影响的，就可以挂着鞋子去抢草丛，以看视野和打状态为主。每波兵线都分为有限权和没限权2种情况。有限权是能先动起来，要干些什么，怎么判断，这是直到职业都会去研究的问题，这里可以直接给大家讲清楚。大部分对局也就2个选择，去上路或者去下路，去哪都可以吗？有一个标准的方法，和打野反方向。打野上半图开局，你就往下路去帮；打野下半图开局，你就往上路去帮，这样就能顺道看住另一边他还没打的野区，你家打野就不容易被反 buff， 就不会被骂。这个对于周期分段来说是很重要的，并且我们要注意，去上或者去下并不是无脑的直的过去，利用这个时间收集信息。去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对方的双珠，如果没人碰，对方打野大概率是蓝开。去下的时候我们可以透墙看对方有没有打蓝，判断对方打野是什么开。这时候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半靠中路以及其中一条边路，怎么判断要不要完全靠过去帮忙？看收益，如果回去中路兵线是稳拿的，如果靠过去边路就会亏中路兵线经济，所以完全靠过去的前提条件就是那个地方得打起来，或者能抢到对方的野区资源。拿掉对方的一只小野怪，相当于自身提高经济的同时还能削减敌方，比中路兵线更赚，这时候就可以完全靠过去不回中了，非常好懂吧？整合起来讲就是有限权就半靠其中一边，注意找敌方打野，发现那边没打起来也没资源，就回中路抢下一波兵线权，往后的每一波兵线都可以这么循环。那没线权呢？动起来比对方慢吧？先看敌方中路往哪边去，这时候我们同样有2种选择，跟过去或者去另一边。怎么判断？看我们有没有敌方打野的位置。开局的时候辅助有可能可以给到我们对方打野的位置信息，有了信息意味着这时候我们中路就不需要再去找敌方打野了，就可以慢慢的跟过去。注意是慢慢的跟过去，用技能探草丛，前后摇摆走位，防止被对方蹲草丛里打一套。同理，如果对方中路完全靠过去了，我们可以看情况跟过去打架。如果对方中路没有完全过去，我们也能卡住对方的位置，不给他这么舒服的回中路，你就会发现下一波的兵线轮到你先摸了，也就是你有了兵线权，轮到你去做事情。好，回到前面，开局辅助没能给到我们对方打野的位置信息，就需要我们在第一波兵线后去获取信息，这时候只需要和对方中路反方向就可以了，没人能干扰我们看对方的野区，把这个信息补回来，一样是做到了事情。然后及时回中路抢下波线，有限权就直接做事情，没线权就慢慢跟过去卡对方回中，铺垫下一波的线权。是不是完全串联起来了？只要理清楚，你就会发现很简单，之前都完全没带脑子去玩。接着我们来了解的就是各种行为。中路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帮双边、帮打野和辅助互补，所以了解各种行为模式能让你的节奏变得非常强，也能让你的队友很舒服。提速，路过野区的时候可以垫伤害，加快打野出野区，这种提速行为是可以反哺自身的。打野更快出野区就可以去帮双边或者来帮中路提清兵的速率，也就是你能更好的去抢线权去做事情。提速要注意不要乱蹭且不补刀，
需要补经验和补经济的时候就可以蹭。比如第二波兵线自己在边路做事情，打野要帮忙补中路兵线，这时候你亏了中路的收益，打野单吃中也会亏野区的速率，刚好就可以用提速且蹭野怪的方式把双方的亏损都补回来，而且做到了事情。还有另一些例子，中路需要加快做梦魇的速度，蹭经济可以快点做出来。前期去边路太频繁，打野补太多中线，要补自己的经济和打野的速率，这就牵扯到了放线的行为，待会讲。这些都是可以蹭野区经济的情况。我知道大家在想的是，打野不让蹭怎么办？这就轮到讲半靠行为。出现了上述情况，当自身的经济被影响时，打野还不让自己补回来，说明这一把你需要优先保证自身的经济，也就是不要放这么多的中线。每次去边路的时候，都只是半靠过去。如果那边有额外的人头经济，才完全靠过去，否则都是及时回来中路。非常简单，就可以保证自己的经济收益了。不同分段用不同方式就可以。这种清完兵线后去边路专的行为叫 gank，gank 率越高当然越好，所以就有了别的 gank 方式，也就是刚才所提到的放线。gank 的逻辑是利用人数差打一波，三路兵线速度是一样的，所以当中路清完线再去 gank， 边路也差不多清完了，这时候你的 gank 率是肯定不高的，因此就可以选择放一波中路线不清，利用这个时间直接去边路 gank 率就会高很多。这种时候就需要打野帮忙补中路兵线了，打野不会补怎么办？也可以不需要，放线的时候选择去帮对抗路就可以了。有传送阵可以赶回中路，这样哪怕打野不懂补中线，也可以止损，快点甚至能吃全部。我们相当于是 gank 对抗路加吃了对抗路和中路的兵线，所以不成立队友不懂自己就玩不了的情况，反而可能更爽。留中，在一些情况我们需要把中路一边的草丛视野留好，比如队友带上路线，我们就需要把靠上路的草丛视野排出来，随时能靠上路支援。这个我们在待会的顶段局里面会再解析一遍。探草，这是必须要时刻注意的。大部分中路英雄都有远程技能，技能探草就可以了，可以走队友探过的草丛，但是越高端的局就越要重复探草。插播一下顶端局就懂了。姬小满已经探过草丛了，走开了之后视野黑掉了1秒多。姜子牙用大招再次探草，果然被关羽钻进来了。所以靠近战场前一定要排干净草丛。预判，你需要结合敌方的动向来调整自己技能的释放位置。控制技能一般都有前摇，这段时间内敌方不会傻傻站着，所以就需要预判敌方接下来的行动来调整释放位置。等你学会预判敌方后，还需要预判队友，这样才能接好连续的控制，打出配合。拆火，拆开敌方的火力，一般都是用控制技能去限制敌方输出，这样队友承受的火力就会比较小，帮助队友拉扯对方。前置伤害很好理解，就是远程消耗。一个阵容有足够的前置伤害，打团的压力就会比较小，因为敌方都是不健康的状态，所以能让队友一套伤害打过去，稳定击杀。压身位类似拆火，用控制技能或者火力压制来限制敌方的走向，在推进的时候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帮队友创造一个比较舒服的空间去推塔，所以要把握好时机，提前压身位，不要上技能。好，你现在都懂了，我们可以来打职业了。好，这里又是我们的现场教学，现在是比赛前的暂停阶段。我们刚学完一堆理论知识，趁热打铁，直接上赛场。我给大家准备了几把对局，所以前几把呢都是给大家相对复习一下。放心，我们最后一把才是真的来。高低麦写死，换一本小黄书，待会可以秒清线。但是我们要看，我们这一把虽然少玄是跟着我们的，但对面是一头火舞。这只火舞它可以很快速的把中左或中右两边的草丛占住其中一个，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出门是挂鞋子在换书，我们也不够速率去抢好一边的草丛。那么这时候我们就直接跟少司员，我们跟我们的辅助站同一边就可以了。站同一边呢，如果对面的火舞从这个地方进来，他只能扔一个扇子，他不敢上来踢一套，因为我们跟少司员是相互照应着的，我们可以护着少司员。那么反过来，如果我们走的是这一边，少森走的是这一边，火舞无论是出现在这里或者是在下面这里，他都能随意选择抽我们其中一个人，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一定要去跟少司员站同一边，这个非常好理解了。好，火舞只能扔一个扇子就走掉。那么这步线我们就能看情况能不能把它肃清掉，因为我们中路是2打1火舞就不敢上来抢线了。小红书在手，配合少司员，直接把兵线秒清掉。秒清掉之后，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往哪边走。打野下半图开，所以我们往上半图跑。
这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东西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去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细节走向。这时候我们开局是不是没有对面打野位置信息？这时候呢，我们直接走红贝就可以了。看一下对面的双猪情况，看一下对面的红 buff 情况。如果都没有打，那么只能说明他是蓝开。好，我们转进来看到对面没有碰红，那只能是蓝开了。蓝开之后，我们要不要完全靠？是不是刚才前面有讲到，取决于我们靠过来有没有完整的收益，有没有额外的东西呢可以拿得到。野区资源在这里了，上路狂铁是幽雷波线的，所以它有线权，那么它也能配合跟我们在这里把这个野怪给秒掉。对面的中辅是不是上来了？我们这个每日烧鸡变得不好抢了，因为我们有野区保护机制，我们的伤害会变低，不好跟对面争夺。我们的目的就要转化为打低对面的状态，把对面打废。打废对面的话，至少半分钟内都能是我们的优势。打废谁呢？看对面谁上来送状态，我们就打废谁就可以了。然后看这里，好，炸到影了，炸到影之后，我们注意一下，野区保护机制挂在这里，所以我们要怎么用这个技能？很简单，身位拉出去，一直追着对面抽就可以了。野区保护机制在，沈墨西都能哈气直接秒人，那没有野区保护机制，那就更不用说了。好，直接拿到1血，拿到1血之后，我们再看一下这里为什么要帮狂铁提速摸这波兵线，因为我们刚才如果打完这一波，直接爬回去中路，是不是会被火舞给卡住在河道？不方便直接回去，那么这里我们帮狂铁提速完这波兵线之后，狂铁就能帮我们来提速摸这只空间灵。空间灵打完，我们就能用传送阵 TP 去别的地方。如果中路需要我们就可以 TP 回去。如果中路这波兵线不急，我们甚至还可以把狂铁带走过来跟飞汇合，把这个小赤甲也一起吃掉。一直都是多人吃经济的一种团队模式。这里就要小心一点了，我们是有看到对面是有想法进这个藏草蹲伏我们的，所以我们这里就把傻乎乎的直接钻这个地方过来了，绕一下蓝区回中就可以了，不需要急。好，我们要注意一下这波兵线。好，果然这里是有人蹲伏的。这个地方这波兵线我们是人少打人多，也就是这一波绝对是一波劣势线权，是给对面悠过来的。我们在塔下接这波劣势线就可以了。那这波兵线我们需不需要很急着清呢？是不需要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一个炸弹扔出去，立刻打断掉。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可以看这个地方，我们要配合队友，让打野的经济最大化。大家是可以 TP 过来蹭经济的，所以这波兵线最好是留着一起吃就可以了。等大家 TP 落地，立刻就提速摸完这波兵线。好，我们看完这里，我们就大概看完一个前期优势的中单前2分钟的行为了。那我们看下一把。好，我们这把来看不愁舞的花卷啊，也是一样的，高地卖鞋子换小黄书。火舞抢一边草丛是非常快的，所以这时候我们不需要跟墨子站同侧了，我们自己就可以抢一边的草丛，提前去看对方的动向。好，看到沈梦溪，先收到一个扇子，然后这边墨子是看到了梦琪也有靠过来的，那我们就要看情况抢这波中线了。墨子走开了，那么中线是我们一个人抽，如果是正常1v1，我们是肯定能抢，但是对面的梦琪靠过来想中开，那我们这里只能是接列线。第一波的中线权我们就没有了。第一波中线没有，那我们这里就是现列的中单。现列中单还记得刚才要怎么处理吗？我们如果开局有对方的打野位置信息，我们就可以跟过去找沈梦溪去反卡他回中。如果没有对面的打野位置信息，我们就需要跟沈梦溪反跑去看一下对方打野位置信息。刚才梦琪是不是中开了？也就是我们肯定有他的位置信息了，所以这时候我们清完这波线很简单了，直接跟过去找沈梦溪就可以了。好，看到沈梦溪了，直接过去反卡他。沈梦溪来到这边，那么直接2A1就把赤甲给收掉了。还在这，那么我们就可以快速回中，抢下波的兵线权。就像我们前面理论知识想到一样，当你卡对方的中路回中的时候，你就能很轻松的获得下波的兵线权了。转列为优，这哪怕对面的梦琪在这里，我们也能把兵线快速清完。然后这时候，我们前面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大司命在下路是帮队友拿了一些资源，以及把兵线过了一波，所以对于他来说，他会怎么样？他会亏野区的速率。所以我们过完兵线，首要的就是来帮大司命提速野区速率。我们可以直接来到蓝区这里帮他提蓝区。
像刚才前面讲到一样，我们把整片蓝区都提完速了，那么它是不是就能有一个很快的速率来跟我们一起抢下波的中路兵线权？抢完中路兵线权，是不是我们又可以去做事情了？这就是互相补节奏。好，这就是我们一个前期转劣为优的中单思路。我们继续看下一把。大家前面看的都是一些比较标准的开局，那么这一把就比较不一样了，而且可以跟大家聊一聊现在比赛的一种惯用开局。打野去选择发一路开，最大收益化，但是就需要中辅2个人同时把中左和中右都站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不管什么同侧不同侧的问题了。对面是一头沈梦溪，所以他抢草的速率也不会太快。那么这里呢，我们抢一边的草是相对安全的，我们就要看一些细节的处理。这里我们看这边的草，对方有可能已经专注过来这里了。21秒是大部分中单出门草鞋换书的一个进草时间，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进草前用一些摇摆走位骗对面的技能。看看这里流量前后摇摆，这里摇摆一下大概是没人的，直接用一技能秒清兵线，一技能关4只兵，第2个一技能注意一下细节。拉过来跟前面兵统一身位，我们可以看到一技能的特效是从身后拉起来的，所以身后放的一技能可以直接打到我们身旁的目标，那么这里就能秒清完中路兵线，秒点2技能，打沈梦溪一套，看这个一技能也中了，打完一套完整伤害。但是我们的身位是要往后拉的，因为我们不能顶沈梦溪的那个2技能的伤害，所以我们这一波依旧属于劣势先权。对面的沈梦溪是能先动起来的，我们只能是后动。那后动我们就要看情况了，这种开局比较不一样。我们开局有没有对面打野的位置信息？没有，所以我们要找对面打野位置。但是这里的开局有点不一样，我们打野在发一路漏了，所以我们这里优先级最高的应当是防守我们自家的野区。我们需要看一下自家的野区有没有被对面偷进来。我们离得最近的野区就是蓝区，所以我们最优先的就是往这边走一走，看一下这个蓝区有没有被对面入侵。其次，我们可以看到狂铁在摸对方的视角，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节奏点的。如果我们放任沈梦溪去下路，那么我们的狂铁就可能会被对面阻拦，我们拿不到这个额外的资源点。那我们怎么既做到这样又做到那样呢？很简单，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可以怎么处理。先往这边走，我们看到蓝 buff 没有被入侵。其次，我们的头上炸弹猫的炸弹标志消失了，消失就意味着对方没有我们的视野了。大家有没有意识到什么？这就是假视野。我们既做到了看了蓝区的野区信息，也做到了给到对面敌方一个我们去上路的一个假视野信息。这时候我们再回头去找沈梦溪就可以了。这里进草的时候小心一点，防止对面的沈梦溪在这个地方反蹲，所以用一技能排泄草丛。排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走这个地方顺势就能看到对面的蓝区了？蓝区没有摸，所以这时候我们队友把双方队也排了，蓝区也排了，对面的蓝区也排了，对面是不是大概率只能是红开？我们就有对方打野位置信息了。好，这里沈梦溪靠过来，虽然野怪抢不了，但是我们也防止这个沈梦溪追击我们的狂铁，狂铁是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的。看到这里，大家应该就明白了，一个合格的中单是很重要的，能让自家的野区没有防守压力，以及能协助我们的双边达到他们该有的收益。来，最后一把，我们把所有东西都串联起来。我们大概了解一下阵容吧。对面的边路是关羽，对面中单是嬴政。一级抢草速率哪边快？肯定是对方的关羽快。对方关羽可能会占据一边的草丛，所以我们这里最好是跟朵利亚同侧。并且我们不要肉身去探草，用技能去排草就可以了，不然会被关羽顶回来。好，这边排开之后，关羽在上路漏了，关羽上路漏了，对面是做了一个换线，关羽是走发路，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对方就是射辅连体走对抗路，所以我们这里朵利亚得去携小满去打一个2v2的对线，我们中路这里就自己看情况就行了。女娲一般来说一级都是线列，线列管完这波线就是看情况了。嬴政是去往上，我们反跑一般是去往下，我们没有对面打野的开局共项，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往下，先去看一下对面的位置信息。红开。看到是红开，视角看一下能不能抢得到，抢不到没有关系，嬴政还在上路。那么我们这里有没有必要完全靠过来？可以完全靠过来，因为1分钟是空间0刷新时间点。我们知道对面的打野是红开往下刷，所以它大概的时间点1分10几，可能1分20几左右就会来到上半图。我们这里先一步靠过来，我们就能形成3打2，先把空间0拿下。那么对方的打野哪怕现在靠过来，他也来不及来争夺这个空间0。不过这里虽然拿到了空间0，但对方打野是到位了，所以我们不好踩传送阵。但还好我们是女王，我们有3技能可以 TP 回去。但 TP 回去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队友的身位。我们这个地方落地，但是也是等到队友差不多靠过来，我们再选择去3技能落地的。这时候队友就可能第一时间帮我们拆火。这种中路的多人对抗统一都会称为中轴对抗。
那么这波就得看谁能悠了。对方被我们留了一只兵在这个地方，对面想摸这只兵的，那被我们卡住了。我们先悠了这波线，我们先悠这波线，我们就可以先动起来。对面的阿古朵，我们前面有位置信息了，对面它是红开的，所以对方的小野会在2分钟前刷新。这里夏侯留在这里，很明显他的意图就是想为了争夺对方这个小猪，所以我们可以留在这个地方配合他拿对面的这个山豪。抢不到没有关系，惩击逼出来了。这时候下波线我们还是可以去争情争夺的。对方的阿古德得去新他的红区，我们的夏侯也要回去新我们的蓝区。那这波就是中路2v2对抗，一前推，二往兵后扔，夹一下，基本就清完了。这个位置还有一些残兵，先用一个2技能往后挪一下，躲开嬴政伤害，嬴政拉回来，再用2技能夹嬴政一下，1技能预瞄预判他后续的落点，所以用1加3就可以打出最高伤害。打满伤，这里先优后，为什么我们要往下路靠？因为空间灵刷新了，我们可以帮姬小满抢先摸这个空间灵，但是注意一下，我们是不用靠过去的，这就是我们在前面理论知识里有提到过的留中，这时候是可以留中的，并且是一个半靠对抗路的行为，这时候小满就可以很安全的摸这个空间灵，我们在这个地方留好视野，防止对方的阿古朵清完红区之后，他会钻中路过来夹住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现在女娲是跟朵莉亚一起去到了对抗这一边，那么对方3个人在这里往这个地方夹，而对方的阿古朵从中路靠过来往我们这个地方夹，那么下路就会被困在这里，我们的空间灵不好抢，以及我们根本就没有对方的视野，我们看不到对方的阿古朵到底走哪边来。但我们这边一直留了中，对方这3个人先是被朵莉亚看到，其次阿古朵也并没有在这边漏，意思就是姬小满可以很安全的摸好这个空间灵。然后又可以去帮大家提速，这波线我们好不好抢？是不好抢的。对面这个下路并没有漏，意味着他们有可能是往中靠过来夹击一波，以及阿古朵现在已经在蓝区了，他的速率跟我们夏侯的差不多，甚至他的有可能会更快，所以他是可以从这个地方钻出来对我们进行夹击的。我们不可能留在中右把中路线给过了，我们先拉过来塔下，等夏侯出野区来跟我们一起抢中路线会更好。那么这里就把线放列就可以了。等朵莉亚做传送阵也靠过来，那么等队友全员到齐，我们再接这波中路线就可以了。既然夏侯他的速率不够，那么我们中路线也不必要给他留。然后我们看一下前期看起来非常激烈，但其实没有任何的人头产生，是吧？在比赛顶尖局里面，一些核心的节奏点一般都是在4分钟前，并不是在4分钟。4分钟前我们就需要铺垫了。好，这波线我们是可以留着给大家一起吃的，所以不急着抢，等大家落地我们再抢线就行了。这时候看到对方去上，那么留意一下时间，4分钟前的一波关键兵线节点是3分47或3分48，中路兵线会汇聚。这波兵线是所有人都想抢的，那么我们就注意一下这波争夺对抗了，能不能打一些闲置伤害？打不出的话，我们也要压低对方的身位，让我们能先手摸到对方的兵线。这波中路兵线权就是我们的了，中路兵线权是我们之后，我们要看一下打野的发入野区是刷新的，我们是可以先帮打野赶紧把这个蓝摸掉，摸完之后再来打龙。对面的阿古虽然在摸这种龙，但是我们的夏侯经过我们的提速是足够时间赶过来这里的，那么就正常接龙就行了。那这时候姬小满给我们打了一个信号，这个地方也就是这里是有一头关羽的，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身位是需要先拉过来靠近这一边，而不是在河道的左边这个地方打。抢到龙，那我们先拉过来到这个坑，这样关羽就不好推到我们，他一直推都是夏侯，那么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安全的输出空间。这里看好后续处理，闪现可以接1接2收掉对面，配合队友收就可以了。对面这里3个残血，所以这里3技能是可以拉过来卡位，卡对面回中是完全不怕的，因为对面全残状态低。那么这里卡住对面回中之后，我们中路线是不是就可以送过来？送过来之后就能对中路起波压进，起波推进。这就是比赛上你团战后也是可以处理的东西。这一波我们利用这个3技能就成功把对面的中塔压成一个假塔。好，这波兵线可以抢。这波兵线是因为对方的状态都全残了，并且对方现在是要赶紧补回他的野区速率的。对方的阿古朵刚掉点，所以他现在不好出来做事情。中路假塔推掉。推掉之后，我们先用3技能看一下对面的情况。嬴政残血没有选择回家，他现在才能回，意味着对面现在还少了一个人。那么这时候只需要等夏侯靠过来，等夏侯靠过来帮我们顶视野，顶开中右，我们再靠过来他这边就可以了。
安稳的把兵线收完。摸完这波兵线，我们知不知道下一个节奏点在哪里？大家可能现在会有点迷茫，不知道怎么找节奏点。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要看两件事情：能不能做入侵，或者能不能做推进。上路虽然有兵线，但是队友不在那边，不好做推进。下路有兵线，并且是射手在那边，是好做推进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往下靠，去配合队友打推进。但是记住了，留中行为。这时候下路是不是对面很少人？对面只有一个人去守下一，我们的队友已经2个人压一个了，需不需要我们完全贴过去？不需要。其次，我们看一下夏侯的动向。我们的蓝区要刷，夏侯是要回去接蓝 buff 的，所以如果我们这时候选择完全靠过来这边，又会出现可能像前面提到的情况一样，被对方钻这个河道过来对我们下路进行包夹，所以这时候让队友2个人压下就可以了，我们留中，让夏侯安稳的去摸蓝，我们留好中这地方，不给对面钻这些口子靠过来，下路让他们2个人摸塔就可以了，不要做一些多余的动作，这就是留中的意义。这里配合队友把下路塔摸完之后，我们要稍微身位靠后一点点，不然很可能会被对面冲。夏侯顶进来把这个视野给接好，那么这里我们就能又很舒服的摸这波中路兵线了。过完这波兵线，节奏点在哪？跟上一个画面是一样的，可以给下路压力，起下2的推进。这时候我们看一下对方的动向，鲁班大师有意想过去携这个关羽去保下2塔，那么这时候就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猛猛的去打前置伤害。像前面讲到，当你给了足够的前置伤害，你队友切 C 的压力就会很小。这时候姬小满就可以果断进场，先把鲁班收掉，然后再跟嬴政1v1，连续收掉对面的2个 C 位。到这里我们就串联起了很多技巧了，大家已经意识到顶尖局并没有这么难吧？不是这么难看懂吧？是不是都很简单？那我们跳一下画面，我们直接来看最后一波关键龙团。我们打团之前一定要注意对方的切位位置，关羽在下路漏了，意味着他待会可能会插一个地方过来，那我们的小满就可以先是卡住对方关羽，对方正面挤过来，我们的身位要注意。你们要看小地图的同时，注意看我们大地图的一个身位调整。这里小满是看到了关羽，所以第一时间我们是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输出。然后关羽把我们的小满赶走了之后，其他队友也配合把小满赶走了，也就是关羽卡不住了。卡不住的时候，关羽就可以直接顶这个地方进来，或者插这个地方进来要后。所以我们的身位已经要慢慢调整到往上靠的地方，这样我们才能继续有一个安全的输出空间。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我们3技能为什么已经可以拖出来？因为敖影已经要到了一个夹位。有没有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位置？小满在这个地方也是夹入了对面，敖影也是夹住了对面，所以我们可以果断进场打输出，或者打出3技能的减速效果来控场，逼出鲁班链子，这样子鲁班就只能被朵莉亚和敖影2个人锤。再用2技能压起身，这个压起身没有做好，但没有关系，也是必死。这就是打一些大团战的时候你要注意及时调整自己的身位，以及注意一下什么时候该进场，是可以这样子去打的。好，这里鲁班掉点了，那龙我们是能安稳拿了，3技能再 TP 过来，配合队友拿一下龙，给一下对面的红区压力，这个红是可以不放的。对面少了一个鲁班的点，嬴政刚才在下半图漏了，意味着他们这里只有3个人，我们是可以直接灌火力的。好，配合朵莉亚直接波死这个阿布朵，打掉了2个点，我们就可以组织最后一波进攻了，直接 TP 过去，关羽在上路漏，只有一个嬴政。那这波不用多说了，正常的职业选手，那么这里也得终结比赛了。好，这就是本期中路教科书，希望能让你学到东西。别忘了留下学费、点赞、关注、转发。下课，我哋下期見。